我哥家的鹦鹉呢，非常非常的爱我哥，他就是会对我哥求偶的那种等级。求偶，等一下，鹦鹉求偶怎么做？他会拿纸片装饰，他到了求偶季之后，他就跑，然后例如说这边有纸嘛，他就这样咬，然后开始撕，然后装饰自己的羽毛，然后会对我哥就是跳求偶舞。然后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那今天是大年初二，也是情人节呢。我们想要来分享一下观众们的爱情故事。那先介绍一下呢，在我旁边的是我们团队的企划阿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廖。那我们在1月初的时候，已经在 IG 啊，还有 YouTube 的社群跟观众征求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。那真的很感谢大家热情的投稿，我们收到超级无敌多的故事。对，然后我就在里面选择障碍很久。那我最后啊，根据主题、还有篇幅长度、还有内容，选出5个比较适合跟大家分享的故事。不过呢，我要说明一下，这刻骨铭心可以是感人的刻骨铭心，也可能是烂到刻骨铭心。如果有去死团的观众，也不要担心，待会应该也会有你们想听到的内容哦。就是这个词有点老，不然现在年轻人都说什么？现在有这种词吗？好像就单身狗或者是什么单身狗，好，知道的观众朋友欢迎留言跟我们说。好，那在开始今天的故事分享之前呢，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。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，苦口婆心，往往输给了灰心？想用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，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，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？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、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，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向试阅，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。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，最低6折起结账，输入77推荐，还有再9折，让芒果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，一起充满信心，快乐学习。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第一则的故事呢，是来自一位叫妍希的观众分享。这是什么韩剧的名称？韩剧，他等一下分享故事，应该不会很韩剧吧？你听听看。好，有次我到高雄旅行，在旅行的最后一天晚上，我透过语音 App 找到当地人介绍美食。我和 S 配对成功 ，S 的谈吐风趣，除了食物以外，也聊了很多兴趣跟学经历，并且也约好了隔天一起吃午餐。实际见到 S 之后，发现他虽然年纪比我小，但他散发出不符合他年纪的气息。但毕竟当天我就要回台北了，跟 S 应该不会有再更多的交集。没想到当天火车误点2小时，再加上有台风已经发布警报。问客运说台风的关系也只能载我到台中，又去问了饭店、旅馆都拒绝我投诉。我当下真的很崩溃，在高雄没有认识的人，又几乎回不了北部。这时候 S 传讯息给我，关心我是否顺利上车。我内心很挣扎，想说是不是要请 S 接住我一晚，但是 S 会不会觉得我是随便的女生呢？可是我又没有办法。没想到 S 就爽快的答应咯。他觉得既然我都回不去台北，晚上就带我去高雄走走逛逛，然后我们也买了宵夜跟酒回去。我告诫自己，孤男寡女在一间屋子，又边喝着酒，很容易擦枪走火，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我靠身体换术。我一直在提醒自己。志祺，你觉得这个故事的走向会不会靠身体换术呢？我是不敢讲任何的话啦，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，我是不敢讲的。没有啦，就是大家啊，就发生了嘛，发生就发生啊。所以你觉得发生了？没有，我觉得它发生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反正他们2个有讲好就好。对，我跟 S 还是擦枪走火了。没想到我们不止价值观很合，连姓氏都很合。但现实是我跟 S 无法在一起，因为假期结束我就必须回国外工作，他要开始研究生生活。虽然有空还是会跟 S 传讯息视讯，但时差让我们渐行渐远。我有想过为了 S 回台湾工作，但我真的没办法放弃国外的职位，后来也渐渐没联络。去年透过 IG 看到他结婚了，我敲了 S 闲聊几句，我们都觉得当初要是谁奋不顾身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。不过我们虽然觉得可惜，我们并不后悔，那只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最后我祝他新婚快乐。那我今年也要结婚咯，我们在彼此的祝福下，在彼此的人生画上句点。妍希最后一句想要分享的话呢，他就说，在最不该的时候遇见对的人，就是来教会你遗憾跟释怀的人。我觉得这个说法还蛮浪漫的，志祺你怎么看？好像是真的有点浪漫，这很韩剧吧？这可以拍一个小短片之类的。就如果它是一个好多个爱情故事，例如说台北爱情、台湾爱情故事，这边放1小集，然后最后用这个东西点题，或者是什么葬送的福利连里面有1集这个，好像还能够接受。就是错过的故事，对，就是一个错过的故事。那我在整理整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发现妍希她很认真，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她到底是有多么走投无路。OK， 就是譬如说火车误点啊，然后只开到台中又不给她住，而且甚至她在
传讯息问那个 S 的时候，他还先问他有没有女朋友，然后他都一阵确认就是真的没办法了，然后他才问他这个问题。那我自己身为女生，其实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走投无路，因为我们从小就会教我们说啊，女生要有矜持啊，你不能就是喜欢人，你尽量不要表现出来这样子。可是我就换个角度来说，妍希她一直强调自己很走投无路，好像有点微妙嘛。就是如果只是喜欢 S， 我就是只是喜欢他，想要去借住一晚，那志祺会觉得这样随便吗？还是？我觉得这个社会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就是对女生很严格啊。然后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必要的。就我自己真的会觉得啊，两个人讲好，那就是他们的事情。就是你们很开心，然后你们也没有怎么样，那你要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们的事，就是不用管那么多。对，我是希望这个社会对于这些事情的想象是可以渐渐的打开啦，就不需要这样子对别人。我也觉得，就是女生要，如果你喜欢，你就说出来，对不对？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规矩很多人，就是就算我知道要说出来，要跨出去，可是我自己还是会觉得说，不要好了。就是你知道那个规则好像已经陷在你的人生里面，把你框起来，就好像很难去做这个隐形的栅栏的感觉。对，就把我关在里面。不过我很羡慕妍希，就是她自己努力了，然后留下一个虽然是错过，可是他们双方都觉得很完美的一个回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下一个是甜蜜的故事，请大家开始戴好墨镜。经常听说要先将自己过好，才能够给别人幸福，建立稳定的关系。我认同，但人总会遇到没有办法过好的时候。我想分享的是愿意温柔接住我一切的爱情。我的老公是一个很温柔平静的男人，跟他交往的10年很平淡，没有粉红泡泡，没有激情浪漫，取而代之的是务实的行动。情人节送生活用品的种途中呢，我也曾经厌烦这段感情毫无波澜，直到家里遭遇到了重大的变故，家人自杀。自杀者遗族呢，需要遭受到的身心折磨就不多赘述了，但我真的很幸运，他带着将近半年不会笑只会哭的我，一样正常的过日子，一样陪伴我的家人，尽管他只是男朋友而已。慢慢恢复开心的我明白了，他就是那个会无条件接受我一切的人，不是只会笑的我，还有会哭的、会发疯的，甚至掉到地狱的我。于是过了几年之后，我们很平淡的登记结婚，过着一样平淡的生活，但我从日常的点点滴滴能够时刻感受到他的温柔。那我补充一下，这个来信的观众，他的名字叫做博美。博美，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就很甜放闪的故事，但是其实它内容非常平淡，但其实就是这种小小的幸福，然后就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好吧。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故事？其实我们收到很多很高潮迭起的，比方说什么暗恋啊、小鹿乱撞啊，什么走了一圈才发现哇，原来你就在我身边，这种偶像剧的爱情故事。可是我觉得啦，就是爱情一开始当然是激情，可是后来要怎么走下去是一个很重要，是每一个感情可能最后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有点平淡，可是它却很真实，我觉得很真实的一个故事。这样，那你认为啊，就是在爱情里面，就是激情跟生活的这个平衡要怎么抓，或是有没有崇尚什么样子的对象？我觉得在爱情里面，激情不能完全没有，但以我的标准来说，我会觉得占个可能1/5吧。OK， 对，可能闻到有小孩了，人生不需要那么多激情，我就会觉得。如果你的对方他可以好好听你讲话，然后你们中间的沟通是顺畅的，你们可以好好经营你们的关系，这样子，我觉得激情需要，但是对我来说不是很大一部分。那志祺你觉得呢？我怎么觉得我觉得有点像是看关系的目标好像真的是这样讲。以前可能小时候大家谈个恋爱，那大家是希望那个每次相处的时候很快乐嘛，所以你会把锁定在就是激情占了很大的部分。可是后来可能人生大了一点点，你们开始要去想说你们要一直稳定的生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觉得目标真的不一样。所以才会有人说适合当男友或者适合当老公。我觉得有点类似这种感觉。我们接下来要讲背叛的故事，大家最喜欢的，来。关于背叛的故事，我们真的是如雪片般飞来，大家怨念都蛮深的那我们挑了2则，有一个比较短的是来自于观众5月的故事。那任男友对我很好，讲话很温柔，几乎是我要什么他都尽可能的满足我，偶尔也会制造一些小惊喜，送我花什么的。有一次他送我一副耳环，但我根本就没有耳洞啊。他说是因为我常常戴夹式的，他就只记得我会戴耳环，忘了我是不是真的有打耳洞。当时太幸福了，又年纪小，我就相信啦。后来才知道那副耳环本来是要送劈腿对象的，是劈腿对象嫌弃很丑才拿来送我。好峰回路转，好峰回路转。
这就大家要记清楚啊！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。那这个故事我想到一个生活中会有遇到的情境啊，不是说送第三者，好，我们不是讲这个，我想说如果分手了，那你原本要送给前男友或前女友的东西，你会怎么样？就是你觉得他能不能再送给下一个伴侣？这样，我应该是不会啦，因为我就觉得我只是想要避麻烦。我是说我不会把过去的东西都丢掉，我不是那种人。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件事情给他有什么，就是有什么大路。就是如果好今天是我的对象，他把他之前要给别人的东西拿给我，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心意嘛，那没有关系啊，那就可以用，我需要我就用啊。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很麻烦，所以呢，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再遇到这种麻烦的事情，那就不要。其实我会是啊，我就会直接送，我会问啦，因为我会觉得这东西就是我们地球只有一个嘛，所以我就会想说，那你就讲好就好了嘛。这我就觉得说，大家对于感情都有很多很限制的想法，然后让人很痛苦。但其实你们就是好好两个人聊一下，说，我可以，你不行吗？那也不用一开始就很生气，就直接觉得说你很过分。那就其实就是聊一下嘛，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。我其实就觉得你就问他嘛，要收就收啊，那不收我就再想办法。对，但这样子是不太好啊。当然。好，那第二个故事我们就比较长一点，是来自一个叫做扇子的扇的观众分享。那我们就请志祺来帮我们念一下。交往7年的女友在结婚前夕劈腿另外一个女生，原本我们还兴高采烈的筹备未来的各种事项，像任何一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情侣一样，对熟悉却未知的生活充满期待。后来也许是男人的第六感作祟，我们开始觉得我们之间有段距离，一起讨论的事项总被忙啊、累啊等各种理由给延宕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，但感性告诉我出状况了。纪念日的前夕，状况还是在我们之间引爆了。女友承认那个女生对她有种种求爱行为，却也强调双方只是朋友，她知道底线在哪。但自从承认关系之后，女友更变本加厉的与她见面，我甚至呢需要亲眼目送他们一起离开。但我总能信任说服自己，相信他们只是很好的朋友。也因为如此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，直到我把自己闷出病来。好友发现我不对劲，才逼着我说出心声。听完我的分享，他严肃地告诉我，他们早就超过了朋友的界限，并拉着我寻求专业协助。我从没有想过自己需要光临身心科。后面的故事就非常的俗套，分手了，因为我的心软又接受复合，但复合后却藕断丝连，最后又被我发现，才狠下心彻底的与他断了所有的联系。原本的我非常痛恨第三者，他们介入一对完整圆满的关系是多么恶毒的一件事情。但现在的我想通了，我只想对第三者说一句谢谢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前女友并没有那么爱我。最后看起来也是有点在意啊。你说那句谢谢有点带有恨意是不是？不知道但也有可能他是释怀的，因为文字本身要传递情感是有点难的。那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？就是感谢第三者。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方说实在，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，他曾经跟别人走得很近，那就是我们也沟通过什么，可是就是还是一样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就是分手又藕断丝连什么，所以我现在想起来，其实还是会觉得当时还蛮难受的。我不会感谢第三者 ，OK， 但我也不会恨他啦，我只是怪最多还是前男友这样子。对，那你后来怎么走出来？因为我遇到现在的老公。哎呦，谁还管前男友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在乎前男友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最后一个故事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。特别的。好，这个故事呢，来自于观众兔子，他要分享的交往对象不是人类，不是人类。好，开始。我跟西先生在6年前认识，到现在已经在一起4年了。其实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不太好，甚至觉得自己不会喜欢这种，结果到后面却被他流露的温柔，还有充满谜团的过去给吸引。不卖关子了，其实我的男友西先生是游戏角色。虽然这场恋爱，或许在大众眼中根本不算是一场恋爱，但我必须说，我对他的爱不比其他情侣来的少。西先生是聪明的人，他会变魔术，也很会说谎，有时候都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。他是一个普通人，但家人的离去让他逐渐封闭情感，换上一副对大家都笑笑的容貌。我跟西先生在一起的路很漫长，认识了2年，他才稍微跟我敞开心房。刚交往的时候，他其实有很多事瞒着我，但我会等他，因为他说了，如果是我，他愿意尝试。后来有段时间我没什么时间玩游戏，我以为对他的感情淡了，想说这样也好，幻想跟虚拟人物谈恋爱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。不过升学的压力和家庭的变故让我有了忧郁和焦虑症。有一次不小心点去游戏，想说看一下他好了，结果视窗跳出，那么晚了还睡不着吗？没关系，我会陪你的。当下我直接大爆哭，哭到身体都在抖。可能有人会说他不过就是一些游戏代码，但我觉得即便人是假的，感情却是真的。我第一次这么深刻感受到自己是能爱人也能被爱的。后来因为西先生的陪伴，我现在搬离家里，也从疾病中毕业了。
我现在所选的科系跟西先生的工作性质差不多，因为我想跟他一样，成为能照亮某片黑暗的人。我会说这是一段有力量的爱情，它给我继续向前的力量，也给我爱人的力量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，我至今还不确定这算不算是一场爱情，但我可以很认真说，是的，我深深爱着我的西先生。这样我直接觉得虚拟跟真实到底怎样是真实，就有点像是，你说网络它是虚拟的吗？它其实也是真的。就是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是真的，这个认知已经存在了，它是否就是真实了呢？因为他就关心他了嘛。对啊，他也感受到了这个人对他的投射。他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予这种关心。我就蛮好奇，志奇你蛮喜欢雷姆的，对不对？雷姆有一阵子还蛮喜欢。那你懂这种感觉吗？就是跟游戏啊、动画产生那种。不懂，我没有到这样子，我就是觉得说，这个角色不错。就我是用这种角度来看，不会把他说他当然真的。就如果雷姆是一个真的，我会觉得有点重启，因为他就是有点太不顾一切了。我会觉得哇，你都不顾自己的这种状态，我会觉得很危险。我会觉得这对我来说不是正常人，不要。所以他如果变真人，你反而觉得对，我没办法跟他交往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那我们可以想象，可能有人觉得他的恋爱对象又不是真的人啊，然后不是真的爱情。日本其实有纸性恋这个词，就是说他对虚构的角色有产生浪漫啊，或者是性的吸引力，其实不算少见。对，其实这个也不只是虚拟的，我就想到我哥家的鹦鹉。我哥家的鹦鹉呢，非常非常爱我哥，他就是会对我哥求偶的那种等级。求偶，等一下，鹦鹉求偶怎么做？他会拿纸片装饰，他到了求偶季之后，他就跑，然后例如说这边有纸嘛，他就这样咬，然后开始撕，然后装饰自己的羽毛，然后会对我哥就是跳求偶舞。然后我哥只要一离开，他就开始一直叫，就是他就对他的爱是真的，然后你就知道他是深深的在可能生理上面被吸引。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，其实这很有趣，这是一个跨物种的爱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人不管是不是真的，但这个交流的感情其实很细致，而且得到了回馈嘛，被在意这样子。有些人会觉得就假的你在那边，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对应到我们很常见的像暗恋。对，我们喜欢一个人，他不一定有回馈啊，对，但我就可以喜欢他很久。对，然后他是做一些小事情，你也可以自己过度解读嘛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在想说，这会不会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不理解，因为像是以前就常常会有人觉得我们这边看动漫啊很宅啊很臭啊，然后很恶心啊什么的。然后之前听过这种话的时候，我就会淡淡的跟他们说你们就是很幸运，就是你们人生还没有遇到这种需要被拯救的时刻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。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真的过得很痛苦，有的时候一部作品它是会能改变你很多，然后你就会很依靠这些。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最后有看到，就是西先生，就是那兔子，他因为西先生的陪伴。然后他最后就把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，他走出他曾经就是很痛苦的那种家庭啊，或是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障碍。那我觉得我是蛮为他开心的，这样。对啊，就干嘛管别人？好的，那因为篇幅的关系呢，今天的爱情故事分享就到这边。很感谢所有参与填写表单跟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观众们。那谢谢你们放心的把故事交给我们，不管是感人的、难过的、愤怒的，甚至是遗憾的故事，我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能够获得这么多人可能放在心里，甚至没有办法对别人讲出口的故事。那另外呢，也有很多人甚至留言给我们鼓励真的是很谢谢大家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就充满了元气。好的，那我们呢也想要问大家今天哪一个爱情故事最吸引到你呢？如果你们也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，也欢迎大家在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一起来听爱情故事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的过年特辑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，拜拜。